去上集的时候，就是看到就那个 Real 跑出来，就说他酷哦，得到我的认可，然后酷，然后我就我看到的反应是，我们不想要被抛弃。现在看回去一样啊，我觉得他抛弃了我。如果你问我这过去的5年最伤心的一个事件是什么，是他结婚的那一个晚上，是我不要参与我姐姐，就是我姐姐常常可能会邀请我去她朋友的聚会，是我不想要参与她的聚会，是因为我不想要我的 identity， 我的身份其实就是跟姐姐一样。人生方程式，不一样的人生哲学。你好，我是李强。有没有发现我今天不太一样嘞？我特别去把它 set 得紧一点。为什么？因为今天要迎来型男啊，要平衡一下画面嘛。Hello Gaston， 嗨，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Gaston。今天跟小鲜肉有机会好好聊一下天。其实我们这个男人啊，你是认同说，我们再怎么变化，就好像只有在头发上面做一些改变，在这边做一些文章罢了，是不是？也是，还有穿衣服啊，对，然后我自己搞了一堆纹身，昨天才加一个新的。是，纹身有时候我们穿衣服可以把它遮起来没有关系，但是对于发型哦，我知道之前马上有很多的反弹，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Gaston 本来之前是乖乖仔这样的嘛？我觉得应该是眉毛，然后头发一下子剪很短，然后漂了，然后可能那个视觉上的形象就是差很多。其实我形象的改变是一个对我来说是慢慢改变的过程。之前在活跃于抖音的平台的时候，是长发黑色很乖的一个男生，然后我就差不多1年左右没有发，1年多2年吧，甚至。然后我最近有在发，在抖音上面的时候，全部就是认不出我，全部看到我的新的造型，就是说我到底 follow 了谁这样子，就一堆人就是你是谁，我干嘛 follow 你这样子。所以其实你会介意别人在讨论你形象上面的事情吗？很好啊，我觉得任何的讨论点都是很好的。可是他就说我不认得你耶，OK 啊。就现在你就重新人所有 OK 啊，完全不在乎。这过去的4年改变了很多，心态上，然后我的事业上，我的个人风格上都变了很多，好像是新的一个人一样。今天我觉得我是一个新人 ，OK。然后其实当我之前我在跟我的之前前公司解约之后，我就选择说我想要改变自己的造型，然后想要发英语歌。因为我爸爸是讲英语的，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在英语的歌词里面比较能够表达自己，所以那时候我就漂了自己的眉毛，剪短了头发，然后就开始发英语歌，然后甚至有讲出口在歌词里面。其实在过去的1-2年内，我一直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团队，因为可能我团队就一直在看着我的数据是往下走。我们从过去到现在这3年里面，我们应该流走了120千的人，但是另外100千的人又回来了。如果你看数据的话，我是失败的，我的 net follower 应该是丢了几万个人，但是它就最后只是一个数据。那像你说的，就是我们人生有不同的阶段。那如果这个阶段做一件事情已经不代表你自己的话，那我是觉得没有意义。然后，所以我重新来过，是因为我有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坚持初心，这是你坚持做的事情。你希望说可以每次出来眼前一亮，那个眼前一亮不是因应当下大家所想象的，而是你跟着心走。我觉得随着时间久了，然后你就会慢慢找到你自己舒服跟喜欢，想要活出的样子。然后我现在28岁跟23岁的我的心境已经差太多了，现在就是想要更踏实的做自己。所以如果过去别人想要特别再去把你同行的身份拿出来讲，或者你碰地的身份拿出来讲，这些其实你都还好的，你就是云淡风轻。不会啊，这样上周我在陪别人 shopping 吃饭，然后也是会碰地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心想28岁还是你的地耶，然后我说哇，然后就会看回去，已经是6年前我出道的名字，因为我出道就是一个 YouTuber， 我们是碰姐弟，我是碰地。中间的可能我在转型，我想说我唱英语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还要叫我碰地？我明明改了名字，我就是 Gaston 这样子。可是碰地就是一个亲切的叫法啊。我觉得不是亲切，我觉得是出道的名字留下的印象。然后以前会很排斥，但是现在你去思考，其实就是人生不同的阶段，对啊，你不同的身份，然后被记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其实都是我，都是 Gaston。对，所以他重新再让你回忆起那段过去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乐意接受的。我觉得也是我，也是一部分的自己。好棒哦！我觉得说2022年我看到你就发了第一首单曲的时候，就 What's Up Next。
MM 的时候就很强调说，请你不要再叫我碰地了，这样就是有很激进的感觉。可是，在刚刚我们的一席谈话里面，然后你就属于那种很坦然了，是经历了，你觉得说自己其实出道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也算是出师不利，这种不断的摔倒，所以让你觉得好像我要愿意看清现实，然后接受它，再放下它，才能够勇往直前。我去年开始面对了自己的焦虑个性，然后我是谈了好几次恋爱，然后还有工作上，我才发觉我有很严重的焦虑问题。那焦虑的问题可能大家听起来哇像一个病，但是其实焦虑是它就是一个范围，就是说你可以是轻焦虑，你可以是很严重的焦虑。那我就可能就在轻焦虑跟严重的焦虑这样子在徘徊。你问我经历了什么？我去年开始去面对我真的有焦虑的问题，然后我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去看心理辅导跟治疗。来到这个情况也是很好笑，跟我姐姐有关。在去年我生日的时候，我姐姐说生日快乐，你要什么礼物？因为我们已经到那个就是什么都买过给对方了，然后买过什么烫发棒给对方，手机什么都买过了，然后到这个年龄我们就会很直接问他，我们每一年都会准备彼此一个很重要的礼物，你要什么？我说我要看心理医生。他说你干嘛？我说没有，我就想要活得更快乐一点。我觉得现在我很想要冲，但是我的心很累，我一直会想太多，然后我一直会质疑我自己，我想要把这东西拿掉。然后去年我就差不多花了半年，去看了治疗之后的今年真的非常的舒坦。然后我发现原来我的辅导师跟我说，其实原来我们在17岁以下，我们的脑就设定好了一个思维方式跟我们的个性，直到我们到长大，我们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去面对日常的每个小事情。对，所以有些你会看到他们在生活上很暴躁，很容易生气，很容易焦虑，这些都是小时候造成的。那你一天不面对，你一天就会成为那个自己也不喜欢的那个人。然后我就跟我弟说，我真的好想要喜欢我自己一次，因为我是属于蛮自卑的一个人。我丢掉了这个焦虑之后，有好有不好。好就是在于说我整个人舒坦了很多，放松了很多，也踏实了很多，不会再去 push 自己，就是 everything 我觉得刚刚好。但可能不好的点就是因为当你失去了这种焦虑其实也是一种推动力，所以可能我就会有一点 chill， 就是可能我 miss a deadline， 我就说没关系啊，做完它就可以了，不着急。我去年就是走过了这一整段丢掉焦虑的过程。你觉得没有了焦虑，会让你感受更好一些吧？我觉得丢掉了焦虑，我觉得东西变得更纯粹。在感情里面，你就不再会说我真的好喜欢这个人。我发现我在看完我的心理辅导之后呢，之前我谈感情就觉得我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个人，然后我付出的一切，我其实原来就是都想要证明我有价值，我想要被看到，我想要得到爱，我想要得到关注力。当这些焦虑自身的问题都丢掉的时候，感情变得很纯粹。我们的个性合适吗？然后事业也一样，不是说我都想要成名，我都想要变红，我都想要被看到。现在反而是做这事情有意义吗？你28岁了，这东西跟你的生活还符合吗？那你下一个成长目标是什么？我想很多朋友呢还是会好奇说，这个焦虑的来由，它其实是因为你单飞了之后看到数据下滑这件事情，然后你开始有焦虑，还是其实在过去里边，在你自己也没有发现的情况底下，无形的焦虑就在这个时候迸发了。那个爆发点其实是在我去年的时候，有一半的耳朵是就是听不见，然后是因为有发炎的情况，3个月左右是听不见。它感觉好像戴一边坏掉的耳机，然后是蒙的。然后我还记得我还硬要工作，然后听不见，然后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混凝出来的东西就是垃圾。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我在我生病发高烧的时候，我还 push 我自己，我跟我自己说你不够努力，你没有 meet 到 deadline， 你的东西做不出来，你不够好。然后我就一直 push 我自己，我去忽略我自己的健康。所以那个点的时候，我才发现当我自己听不到的时候，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是一个噩梦。然后那个时候才去面对你真的有焦虑的问题，然后甚至你的这种焦虑，我觉得是一种贪婪，因为你根本都没有限度，你只想要冲，你都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则跟边界感。在我过去的一个3年的感情里面，我也发现我就是整个人的自尊心跟信心也是直接就被击垮了。可能我是一个焦虑的人，我一直想要得到对方的认可，然后对方就一直推我走，我要空间，我就会觉得我有问题，我真的不够好，我不够好，所以我的焦虑应该是谈恋爱谈好的。其实姐姐这个时候应该是能够给你最大的一个安全感的人物，不是吗？如果我可以选一个词，它应该是像是月亮，就是它会一直都在。有时候那云很多就遮了它，你就会没有发现到它存在。那它其实一直都存在。所以说，在你这一个很难熬的过程里边，你没有第一时间先想到它吗？有啊，你看他就关心我了，他
他就问我你生日想要什么。其实我们的关系在分居之后没有这么密切了，因为他毕竟也是人家老婆有孩子， 对不对？有自己的家庭，那我们可能关系就比较疏离一点，那可能一般都是在聊公事跟普通的问候。我觉得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都会在那里 for each other， 所以其实他都一直都在，需要独立啦，当然对，当然 That's why 你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啊，我要单飞了，这样你就很毅然决然的决定说，我长大了，我总不可能一直在你的庇护底下，所以你就这样子，没有任何的，喂，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外头，其实真的姐姐有特别是想让我在节目当中，然后来请你讲一下。为什么当时你要为了帮他拿到一个据点，然后你就邀请他再回来，是吗？没有，我真的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哎。哦，对，哦，哇，姐姐，哎呦，来姐姐现场听一下，因为他一直很想知道，当时候啊，就是你决定要离开，哇，还有续集也不错。对，你决定要离开，然后呢，对，他就觉得很伤心。你没有特别交代什么，然后他很想知道你当下感受，你真的不爱他了吗？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思维？难道你跟我一样有焦虑的问题？正在聊这个话题呢，姐姐。对，我们不想要被抛弃。先看回去一样啊，他觉得我抛弃了他，那他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他抛弃了我。你觉得他抛弃你？他结婚的时候，他结婚这件事情，如果你问我这过去的5年最伤心的一个时间是什么？是他结婚的哪一个晚上？因为其实在我一有男朋友以后，我发现他会有这样嘛，但他讲他喜欢在家，所以我每一次confirm 啊，大日子啊，好什么生日什么，我都问他我有聚会你要不要来，因为我不想 left out 他。他每次都跟他不喜欢，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故意不想要跟我的，但我也觉得给他自由咯。你那时候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举动？真的，你可以 check back。我今天他今天是要我们解开我们的心结，今天是我们的辅导师，人生辅导师。check back 我 text，I confirm will ask you every time。我不懂，我手机换了很多步。Whatever in bed I will ask you。哇，我现在好像找到答案了。是吗？是我不要参与我姐姐，就是我姐姐会常常可能会邀请我去当朋友的聚会，是我不想要参与她的聚会，是因为我不想要我的 identity， 我的身份其实就是跟姐姐一样，我想要我的朋友，我们的喜好不一样，我们的兴趣都不一样。那我确实有一段时间1-2年都一直跟她的朋友做朋友，有，但是话谈不上，然后大家背景也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可以有自己的身份跟自己。然后后来像我刚刚出去人家不懂我是谁的，因为他在马来圈、英文圈是超 popular， 一去 everyone 是 Gaston，this is， 没有人会问我 this is who， 问都不问 Gaston， 什么意思？他也不会 this is my sister no， 风水轮流转。没有啊，各自有各自的朋友，就是开始有切割各自的那一个发展方向，没有不好，对啊，没有不好，我们资源整合啊，对啊。到最后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资源放到公司里面，我们就合作愉快嘛，对啊。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竟然我们 J 也在的话呢，就是那一个你称赞他不完美的昨天这件事情。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你是发自内心的吗？对，就去上集的时候，就是看到就那个 Real 跑出来，就说他酷哦，得到我的认可，然后酷，然后我就我看到的反应是来弟弟，你是平时都没有在称赞姐姐的，是不是？没有。我觉得我们跟自己的家人合作的时候，可能就失去很多的耐心，这是大家的通病，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通病。那我们不是应该更爱我们的家人吗？那个点就是，你知道你在你家人面前，你就无法去隐瞒任何东西，你就会直接讲那个饭很难吃，那个什么很什么。好，这是我们在录制姐姐新的单曲的时候，就有聘请配唱制作人老师 Stevie， 然后呢是我的决定。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教他，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的家人的沟通，不是没有试过。那可能我说的太老实的时候，就会像是攻击；那我说的太完美的时候，东西出来，他又跟我说很难听。那你要解决这方式就去请人呐，就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跟自己的家人何必伤感情呢？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这决定说，那我要请一个人来去。真的可以帮助姐姐，所以这一个女生
配唱老师是一个女生，我就觉得直接可以解决姐姐的问题。那她不会想象不到，可能我每次就用假声跟她讲。那也有我的问题啊，我也没有办法示范到完美的示范。那这次就是将事论事，我们在这个性格需要这样子的帮助，然后我就去请教这个老师。亲姐弟呢，就是真的会想爱想傻的，因为太过熟悉了嘛，所以呢，我觉得 Gaston 啊也做了一个理智的举动，就是请了这个歌唱老师来做指导嘛，对，也为了这个作品好。然后也解决了我们今天我沟通的问题。相信 JE 呢也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啦，并不是说你不爱他、放弃他、不赞赏他，而是你用了另外一种爱护他的方式去对待他。对啊，解决问题最重要。姐姐有什么话，其实把最内心的那一个人竟然面对面了嘛，也只有这个节目的机会，要不要就是说一下你对于弟弟的一些祝福也好，还是有些我现在我要出嫁了，还是？祝什么？他单飞啊，你也是要让他就是飞得自在啊。他很夸张嘞，我们整个 team 啊，现在5月了哈，我可能见他5次以下。对，以下3次吧。2-3次而已。他已经变成消失的爱人了，不是消失的弟弟。OK， 舒服啊。因为我觉得他很夸张的嘞，就是他的 manifestation 是超夸张的。在我们还是碰碰的时候，那时候他要分开的时候嘛，他就讲。我觉得我是 international， like 他觉得Malaysia很小嘛，我 which I agree。以前我的 group chat 是 Gaston 崇尚国际，然后他觉得 Malaysia like 尤其是 Chinese market 是比较小，然后也是很极端的嘛。然后我 agree 的，你知道刷名是不是？替代我讲话。刷名有些真的很夸张的。But 阿摩是很 open mind 的，就是 you are different then what's different， 就他们就 OK 的。但我觉得他得到他想要的人生，我很开心耶。他去美国了嘞，可以讲吗？我觉得很夸张哎，就是我就很开心for他嘞。你走啊，拜拜。我又不是要去移民，我只是去工作半个月而已，好吗？可是已经很厉害了。去开发美国好莱坞市场哎。对啊，很多人去了就回来哦，因为美国真的是你真的要发展音乐 ，you have to go there。我没有要挑飞机的意思，我要回来跟你供我们的房子。非常好的就是你有到海外发展机会，可是前面你说你一直很崇尚要去海外这件事情，是不是你认为说马来西亚真的你再努力个10年8年，真的会得不到你所想要的，所以海外是唯一的出口？我觉得我们无法否认，就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音乐市场，就是可能因为3个语言，就是大家的注意力没有集中的关系，跟其他市场比起来，每一个音乐的各自语言的发展都比较弱，因为你的人数就已经是把马来西亚除一个3或是除一个10，因为种族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就变得很小的一个群众。就因为市场没有足够的听众，市场就商业价值不够，那可能愿意请中文艺人、纯中文艺人的商家其实也是有限，因为市场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的音乐就没有 budget。没有budget音乐就难听，或者说我们见识的东西，马来西亚的音乐教育就是到一个限度而已。所以呢，大家就会讲我要听外国的音乐，我要听中国的，对，我要听台湾的，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大家宁愿 support 国外的人。然后我们也无法否认一个事情，就是所有在国外有一点小名气的所有的歌手们，在本地重新就会受欢迎，大家会觉得哇，那个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是马来西亚的，大家都从国外红回来这个概念大家都会就这种概念，我也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样的心理，我也不明白，但是就是这样子。但至少你已经帮我们剖析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成本，我们没有成本作品，没有人支持，就看不见。对。那现在我们如果从外面拿回一些资源回来的时候，还要把我们自己那个变得很亮眼。我还要补一个，不只是没有成本，没有什么之外，风格局限，就因为没有人听，那歌手想要干嘛？所以就会一直想要重置已经成名的东西。那可能就是很简单，4个和弦的苦情歌一直都是主流。反而可能一些比较小众的曲风，舞曲、R&B、嘻哈，就算本地的人想要做，不止没人听，也做不出那个味道。反而这些舞曲啊、R&B 啊，国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所以我才发现到，我有一个机会，因为可能我的强项也不在于情歌，我也可以写情歌，但是可能我的强项是在于更有旋律性的东西，所以我才会一直去出国找属于我的机会，而不是说我不爱这里，完全我爱马来西亚，也想不到我会去哪里，我就觉得这是属于我的地方，我很喜欢马来西亚。我想问的是，你国外的资源其实怎么来？
其实这很有趣哎。其实我的创作生涯应该是差不多7年，前面的头2-3年就是碰碰时期，然后当时怎样建立我的资源，就是透过朋友的朋友的介绍，就是我们朋友的朋友，我们圈子里面的资源，当然就很有限。但是那就是通过我帮朋友们都当做我的客户的时候，大家就一直在介绍我的名字，然后有一些歌手甚至会找我，然后可能我会拒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实力不够好，因为我毕竟不是音乐生。就是我音乐一直都是自学的，然后呢，近期的几年呢，在差不多4年前的时候，就改变我的眼界的一个机会跟一个活动就来了，就是我代表马来西亚去了环球版权公司的中国地区国际写歌营，那个营会差不多就有30个营员，都是制作人跟歌手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日本、中国、香港、台湾的地区，然后还有美国人跟欧洲人，然后马来西亚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国际营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各个国家的音乐人的 flavor 都很不一样，做事方式都很不一样。那一个营会可以说是我改变我的想法的一个机会，因为之后我对于写歌发现外国人都有一个想法，我们先写，我们不要想那么多。我们因为常常我们会有一种在版权公司我们会收到先投稿对象叉叉叉歌手，抒情或者是摇滚什么什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要 hit 这个东西，但是外国人不一样的我们坐下来就是我们要写一首我们4个人组员里面都共同爱的东西，可能就不要这么远离那个 brief 就可以了。比如说那个 brief 是写给 J. Pong 的歌，然后但是到最后那个根本不像 J. Pong 的歌，但是外国人根本从来不在乎，因为他们想说我们要共同喜欢这个作品，而且是当下的，我们都当下呢，我们都相信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会找到对的主人，因为这是一个长久的生涯，而音乐是从你内而发的。我觉得艺术是从你的灵魂来创作的。我们每次组员坐下来在写歌之前都会聊的是，对于这个课题跟这个风格，你们喜欢听什么样的歌，跟有什么样的故事想要讲，然后反而大家就一起去创作这个东西。当我们看到这个过程的时候，跟大家创作的方式很不一样，很自由，非常自由，不像这里就是budget 我们 budget 有限啊，只有这个8000块，只有这个5000块，你可以做出什么东西？然后反正那里是这个歌要写得好。最好的音乐是在一个自由的一个情况下写的。所以 after 那个营会过后呢，我还见到了一些我很崇拜的老师。其中有一个人叫 Josh Camby， 然后他是整个 SM 公司从东方神起到今天 NCT、Arise 写了差不多10几年的一个 SM 音乐的创作人、制作人。然后此外他还做给 Olivia Rodrigo、Demi Lovato、Disney 的原声带。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的曲库已经有几百首了。然后我很有幸的跟他写了几首歌。然后从那边之后，大家就看到你的实力了。没有，就是我被他们的实力给 inspire。OK， 我没有被他们看见，但是就是他们也给我很多鼓励的话。他们就说，其实你真的可以写，你可以写国际的东西，你不要质疑自己。因为我常常我会在那个组员里面，我就想说，我的英语不是第一哦，我还会说，我只讲其他的语言。他说没有啊，很好啊，就写啊。然后那你的天赋可能是你的歌声跟你的旋律，所以就是当下那个营会就拿到了很多的鼓励跟启发。还有 Remind， 最近我写了一首歌，就是朵拉的新歌，朵拉女团马来西亚女团的新歌叫 Moi， 然后它是一个巴西舞曲，然后现在是马来西亚 Most Stream Song No. 6， 然后它是一个巴西舞曲，然后现在在巴西那边的听众已经有去到1个 million，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数据的时候，我们都哇，然后这一个歌曲的马来西亚的女团的这个歌曲是我跟我澳洲朋友一起写的，还有我新加坡的朋友一起写的，那也就是在这个营会见到的人，那我们保持关系，然后我们对待彼此就像个朋友一样，去理解，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啊什么，然后我这个朋友她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生，她就有坏坏的这一面。我讲朵拉是一个很坏坏的女团，我觉得需要你这个朋友 Chelsea Warner，Chelsea 就是把整个歌就是写得很坏，就是我真的好爱，所以我觉得音乐资源都是于你的心能够有多打开，然后你多愿意的去认识跟谦虚，我觉得很重要，永远都要觉得没有一个人比你好。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东西，对，所以其实我现在也很 open 去跟不同的人去合写歌曲。你刚刚提到那个没有人比你好，那个就是自大的表现了，那你刚刚口误而已啦。然后你想讲的就是，你没有比任何人好。对，我中文不好，我中文，你没有人会，那个是你真正的想法。就是你不会没有，反正大家都比你好。
不会有，你不会比所有人都好，对不对？对。问他。好啦，没事，那个就是一个口吻啦，但是我们完全能够听得出来 Gaston 永远要 humble 谦虚的状态。就是我觉得你永远都会觉得哇，这世界很大，哇，这个人好厉害。就是永远都有值得学习的东西，所以言下之意你是一个海绵嘛，吸收了这么多的养分之后，回到来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应该就会让大家特别期待咯。6月15号，各位 Gaston 有新作品耶！对，我6月15号，我姐姐都没有听过的歌。6月15号我会有发出一首新的英语单曲叫 Only Blue。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让我很想要回答，你就说你在外面看了不同的风格，那你自己的风格是什么？就可能会很期待。但是对我来说，我写我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反而是丢掉风格，我反而就是想找说这个作品的意义足不足够深刻。那其实这首歌曲是写给我爸爸的。6月15是父亲节，然后想要在父亲节的时候留给他。其实今年应该是他第5年他过世，我想要留一首作品给他，然后也在创作的时候也抒发了我对他的情感。其实我跟我爸爸很有趣，我跟我爸爸1年到2年，可能2年见一次或者1年见一次，因为他在外地工作，在沙巴。我对我爸爸的认识真的非常的很表面，就是每1年见那一次留下的印象。那可能小时候脑里面就会装很多他不好的东西，因为小时候不懂事啊，他可能他疼姐姐，然后他打我，然后我就觉得他不爱我，你知道，就是对他非常的陌生。那直到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呢，一次我爸爸其实就中风，然后因为他是在幼种园里面工作的，他在山上的 follow 就翻，然后他就滚进了那个幼种园里面，然后他就中风，然后从此他的讲话不清楚，然后之后到后面是讲不到话，然后之后到自己的自理的也不行，就是这也没有办法照顾自己。所以其实到我思维成熟，想要多认识这个人，可能在17、18岁的时候，来不及了，我已经没有办法跟他对话了。然后他就是坐在那边我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我讲的东西。所以在心里面永远就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我在我能够可以跟你认识你的时候，我英语不够好，没有办法理解你。但我爸爸很爱我们，就是会每一段时间就打给我们，然后长电话在讲英语。所以在这个歌里面其实就有讲到，你把我留在黑暗里面，让我去找自己的光，但是我只记得只有你的名字，我应该怎么走出去。它就是一个我觉得你留下我在这里，然后你一直跟我说生命很漂亮，但是我只记得你的名字以外，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姐姐上几个月她跟我说，弟弟，我忘记爸爸的声音怎么样了，因为我们没有视频，我们没有爸爸的视频，所以我已经忘记爸爸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你想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是一个我这首歌曲 Only Blue 其实想要讲的就是对于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长大，我常常在思考，我现在是成年人了嘛，对吗？那我现在是要独立的生活，独立的工作，独立的谈恋爱、事业，对吗？我都会在思考，那我爸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我没有看见他的这样子的样子，我没有跟他共处过，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恋人，我不知道他在工作上面是什么样的个性。那我里面就有很多这样子的问号。然后歌曲叫 Only Blue， 就是说你留给的我只有蓝色，就忧郁。所以我就想在这个歌曲里面去抒发我心里面对他的这种牵挂。bittersweet， 你又爱，然后又有一点恨，又有点伤心。对，我恰恰觉得这首歌曲很适合来勉励那种可能过去的日子一直跟父亲的关系不怎么好的那一些孩子们，透过 Gaston 的这一番话去审视说，其实你很幸运，因为他还在你的面前。这是我想要跟所有观众跟听众想要讲的一段话，就是他们会说我不想跟我爸爸讲话，然后我跟他说我没有办法跟他讲话，我想跟他讲说他不会回答我了，他已经失去了讲话的能力。所以我一直都跟我身边的朋友说，你能够跟你爸爸讲话，如果你们就是因为一些事情，那就去和好吧。是不是可能身为孩子长大了可以成为大人一样成熟的方式去跟自己的家人沟通？事业上面我们只要说下面你很有规划的，希望可以从国外红回来，那我们也想关心一下你的感情世界，这样可以吗？我没有想要红回来，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要不要做歌手啊。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跟你说啦，就是我去年在更了解我自己的个性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不适合做歌手，因为我觉得你举什么手？前就是算最多人最红的巅峰时期，我们出去外面是会被围着的嘛，加我一堆人。然后我们有一次在车上
我们在车上被拍镜子，对啊，很像猴子一样敲，崩溃了1-2个小时，他哭，傻眼。就是当歌手，你会反而希望有这群支持你的人，他觉得他很害怕，他觉得他们很恐怖，所以我觉得这是其实他不想要做歌手的。可是我个人觉得他是希望用音乐来讲故事，我不知道啦。所以我觉得这个 topic 蛮值得深思。就是可能我把我自己当成是音乐人更多，然后要不要唱也没关系。如果有个人可以唱红我的歌，我很开心，真实的开心，因为我觉得唱跟讨人喜欢，这是一个。有时候我觉得是一个 luck 跟一个缘分，你有没有这个观众缘，他们就会这么说。那我有没有这个观众缘，我也不知道。那对我来说，就是想唱好我的歌，所以有没有要红？谢谢你的祝福，真的谢谢你祝福。如果可以红回来，我超开心。但是没有的话，我真的可能就是音乐人的身份红回来啊。那大家都想找你做音乐啊，超想的，是不是？超想的，就是用音乐来分享故事，像谁做的。对，但是要不要唱都无所谓，对我来说。都是音乐，只要是做音乐我就很开心。感情，我等很久了。我们应该说什么呢？现在你有想要在你事业起飞的同时，有一个可以协助你、助你一臂之力的那一位吗？我上一段感情是3年，就是在过去的3年，然后其实他就是一个 support 我的事业起飞的一个对象。因为他就是看到我不好的地方，他是一个比我聪明的人，然后他给了我很多 input， 然后想让我更好。那可能他讲的方式就很难听，对，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你一直在攻击我？然后过后就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创伤的问题，但他也有他的问题，他就是用错的方式，也没有说错，只是说他家里一贯方式就是用讲很难听的话，你知道爱的语言，我的爱语言是文字。我讲这句话是很打脸，我就是很在乎文字之间的细腻，但我刚刚就讲错了那个什么，全世界都比你，没有一个人比你好。没事，口误这件事情偶尔会发生的。对，但是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在乎文字细腻的人，所以但对方没有在乎文字细腻的时候，他们无法去理解他一句话可以留下的创伤有多大。那这个人就是留下了很多像弓箭插拔了，就是射了进去，插到我的心上面拔不出来的茧，然后到最后我就决定说，可能我应该要静一静找自己。所以大概有没有一个期限，说我大概什么时候应该就要走出来了，不能够永远就把自己关起来嘛？也要给机会那些在排队的女生呢。我先单身8-9个月，还在找我自己。我觉得应该合理吧，不到1年不到1年，想要更人了解我自己，因为我过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丢下了很多的自己的焦虑，然后我不只是丢下这些焦虑，然后我想要给回自己爱，因为很多时候人在感情里面焦虑，是因为觉得自己不配得爱，然后想要去获得这个爱。我对你很好，为什么你不爱我？我对你好，为什么你看不见？那我做了这么多，你做了什么给我？那可能嘴巴没有讲。那所有东西都在潜意识里面。那现在我就跟我弟讲说，我对我自己好，因为我配得爱。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想要做到的，反而是我单身的时候可以这样过得跟我有对象的时候一样快乐。就是一样的有安全感。这是很难的，我还在学习。如果今天有对象的话，那个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认为所谓的真正理解是他必须要像你说，要用文字，然后给到你一些安定的力量呢，还是实际上他只要陪在你身边，什么都不做都很好？我觉得互相理解是双方的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互相理解的，我就会想到说，我们2个人在关系里面为什么要互相理解，是因为我们不一样。那我们不一样的话，如果今天我们谈恋爱的目的是走长远的话，那我们就要在这个不同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跟一个解决方式。对我来说，互相理解有3个部分啦。第一个部分就是去意识这个不同点，这个不同点是你真的可以接受的吗？有没有说推翻你的价值观还是什么啊？没有的话 OK， 过了第一关，恭喜你。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能够找到的平衡点跟解决方式是什么？如果你跟你的对象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差异点在那里，但你没有一天也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问题永远都会在消耗双方的精力跟心力。你一定要去找一个解决点，你是真的接受与包容，真的能够去理解那个人的情况，换位思考，站在他的立场那边去想，我真的能够因为他的背景他的环境去接受他的这个跟我的不同点，还是说解决方式有没有办法透过生活上的改变去解决这个方式？比
比如说，我跟我的前任，我跟他的朋友们不是很合得来，有没有可能我跟他说，我只参与我觉得适合我的场景，对，因为我是跟你 dating， 我不是跟他们，对，然后以一个很就是成熟的方式去讲这个东西，不是每一次我去参与这些聚会，然后我给他一个脸黑，但是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可能大家也有自己的 ego， 我去了啊，然后就说，可是你来了脸黑耶，那这是就是要找一个好的一个中间点，就是说，那我们就有自己的生活，独立的过，就是你解决了过后，去接受他的不同点，才能走得远，因为这是你要跟他走的终身伴侣嘛。那你一定是要能够去接受这个点的，不然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拖拖拉拉。如果说这个差异点真的很大，所以你看哦，今天这样聊天下来，不管是从事业到感情，我们都看到 Gaston 是绝对理智的，很冷静的，对。所以这3-5年下来的话，如果真的要你做一个事业跟感情的一个平衡点的话，其实你会是那种2个都要变得很好，才叫做你人生完整的人嘛？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反而现在的心态就是，可能恋爱有的话就是加分，它不可以是一切。反而事业的话是可能我会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是我想要完成很多事情的时间。28，自己在30岁之前有很多梦想，比如说要自己的专辑、自己的演唱会 ，like tour festival， 反正就是很努力在事业上面先冲刺。这3-5年里面呢，看到你一定会达成所愿，好不好 ？OK， 完美，太好了。好哦，人生方程式下期再给你不一样的人生哲学。今天谢谢 Gaston， 他也请你继续追踪我们的 Shock Chinese 的 FB、IG、TikTok 小红书，因为在那里有很多话题讨论，包括有 Gaston 的消息。谢谢你，谢谢老师。因为你现在的形象上一点好像拒人于之外，好像看起来酷酷的，不太让人靠近。就是你其实真实性格是怎样？我是狮子座，我是 INFP， 我是内向，很有热忱，跟着心走，婆婆妈妈做不到决定。在感情上是一个 I feel like I'm a natural giver， 就是我会很自然的想要去付出的一个人。我在工作上很可怕，我同事都很害怕我，因为我都很直接。对，在工作上面，我觉得不合理的事情我都会说出来。在朋友之间我很随意，对，我觉得合得来就合得来。他已经把很多人吓走了，真的。